结婚纪念日7周年这天，我特意为老婆准备了一桌她爱吃的菜。做的什么玩意儿，难吃死了！妈，我现在重做。陈凡，我腻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现在可是公司总裁，早就不是你一个软饭男可以高攀的了。赶紧把字签了，滚出我们家！这7年我放弃事业，把经营的公司交给你管理，为你洗衣做饭，尽心尽力的照顾你，换来的就是吃软饭，和你的一句腻了。那也是因为我自己优秀，才能把握住机会。签字吧，我们的婚姻就是个错误。原来我7年的付出，在你眼里成了一无是处。赶紧滚！检测到宿主面临人生重要抉择，人生模拟系统已激活。人生模拟系统？没错，系统将根据宿主当前面临的困境，提供多个方向进行模拟，帮助宿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。开始模拟。10周年纪念日，惨遭老婆无情抛弃，你选择 A 晋升顶级舔狗，退请老不要离婚。模拟开始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陈凡，我当初嫁给你也是看在你有梦想有上进心，可你现在为了不离婚，竟然连尊严都不要了。这模拟也太真实了。A 不就是我之前在家里被冷嘲热讽的日子吗？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系统，模拟 B 选项。B 霸气回怼正是气人的丈母娘，爽快离婚，将母女俩一同赶出家门。模拟开始。离就离，这7年你们一边享受着我的付出，一边打压欺辱我。7年就算养条狗也会摇尾巴。这房子是我当初买的婚房，该滚的是你们。陈凡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子不伺候了！模拟结束，宿主请选择。我再也不想为了女人受窝囊气了，选 B， 必须选 B。我劝你赶紧滚！爽！叮，恭喜舔狗宿主做出正确人生选择，前期高月影，异样情愫值+1。人生模拟系统模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现在我全身上只有当初高月影每月打发我的1000块买菜钱，必须想办法赚点快钱，完成启动资金的积累。哟，小伙子，刮刮乐还是3色球？系统，开启模拟。叮，检测到宿主赚钱的决心，开启彩票中奖模拟。A， 你选择购买刮刮乐，耗尽1000余额也没能中奖一张，原来是黑心老板偷偷替换了有奖刮刮乐，监守自盗。B， 你听了老板的忽悠，购买了3色球，但因为运气太差，一张也没中。这彩票站也太黑了。系统，继续模拟 C 选项。C， 这时你看见一边的足球比赛，想到正值世界杯比赛，想要碰碰运气，咬牙买下了最不被看好的兔子队。没想到兔子队潜力爆发，成功以7-0的比分逆袭，赢下泡菜队，你因此赚下100万。人人都知富贵险中求，而我有模拟系统，赚的就是普通人不敢碰的财。老板，我买1000块的足球兔子队赢。兄弟，我没听错吧？兔子队都输了多少年了？谁买谁赔。就是，有这钱，你不如跟着我买泡菜队，兄弟们都靠这个理财呢。我干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有人要买兔子队赢。小兄弟，你是不是说反了？你要买的是泡菜队吧？没反，我就买兔子队赢。我不只要买兔子队赢，还要指定比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买兔子队0-0平局的爆冷比分吧？那赔率确实高，但兔子队连平局都费劲，你还是省省吧。不，我买兔子队7-0碾压泡菜队。小兄弟，你怕不是故意想标新立异，想装一装的？说不定兔子队这次就能逆风翻盘呢，不仅能赢，还赢得漂亮。兄弟，快钱不是这么挣的，泡菜队闭着眼都能气赢兔子队，你这钱花了指定打水漂了。
就在刚刚，兔子队以7-0的比分迅速碾压爆菜队，赢得比赛。这也是我们首次在世界杯获得耀眼成绩。兔子队牛，这次不退钱了。兔子队真的赢了，还是7-0。老板，现在买兔子队赢还来得及吗？全国就你一个人买了具体比分的兔子队赢，这可是整整1000倍的赔率，也就是说你赚了100万啊！兑换彩票后，我手里有了100万的现金流，这么多钱，必须想办法继续盘活才行。股票投资，股市动荡，行，就去股市试试水了。你干什么？求求你救救我！有人要绑架我！只要你今天愿意救我，之后你可以提任何要求。叮，宿主触发角色家人支线，自动开启模拟。谢谢你救了我，现在我是你的了。求求你救救我！有人要绑架我，只要你今天愿意救我，之后你可以提任何要求。没想到系统还有这个支线板块，甚至是自动开启的，这是考验我这个正人君子啊！面对一众精神小伙的伟伟，你模拟经验在手，料到胸有成竹。扫腿，侧身肘击，收工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想要我怎么报答你？什么都可以哦。真的，什么都可以。那就下次小心点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是我们来晚了。幸好有人半路救了我，还不知道救我的人叫什么名字，帮我查一查，1天之内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都说股市容易大跌大涨，也不知道我的人生模拟系统能不能模拟股市的走向。叮，检测到宿主内心想法，是否开启选择模拟？陈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股票贸易大厅，我当然是来卖股票的。他就是你那个窝囊废前夫吧？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以后你是我的女人了，不用担心他给你丢人了。程总，你自重。陈凡，现在站在我身边可都是商业新贵，就算你跑到股票贸易哈厅，我们也是2个世界的人。你好，我是远峰集团的创始人程峰，年入也就上千万。但你要是因为离开月影后生活有困难，按你的能力，随时可以来我公司当保安。哼，你就是高月影的新欢啊，他眼光也不怎么样啊。高月影，管好你的烂桃花，我现在可没心情和你们纠缠。系统，开始模拟。叮，股票模拟开启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赢回来。A， 将奖励所得的10万块钱，失去理智的梭哈有森银属股票全压。还好只是模拟，人生选择模拟系统也太给力了。这样买入股票前，都可以利用它提前预知结果，买到必涨的股票。B， 你选择了夕阳产业实体经济，结果一瞬被套牢20年资金。B 不行，那 C 呢？ C， 你选择了正是风口的 AI 人工智能，
最后这只股票逆风翻盘，资产瞬间翻涨10倍。我要买 AI。月影，你前夫一个当了7年家庭主妇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有股市投资的经验？不会是知道你要来分割财产，故意来此找你复合的吧？陈凡，我和你是不可能复合的，你没必要做这么多来吸引我的注意。月影，你也太善良了，就算你现在把钱分给他，他一个没有商业能力的废物，迟早也会赔光的。先生，请问你刚才是想要选择投入哪一只股票？肯定选有色金属啊，多暴利啊，短期内就能抄底。我看还得是实体经济，目光放长，指定能大涨。陈凡，反正你别选第3只人工智能，这就是个噱头，投进去就会血本无归。100万，全部加仓人工智能。100万，全部加仓人工智能。先生，您确定要全投人工智能？当然要投，我可是亲眼看到模拟后这只股票暴涨了10倍，也就是说，我能赚到1000万。高月莹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能看着你自暴自弃，亏光资产。你一个没有投资经验的人，是不可能靠着股市一朝暴富的。你以什么身份管我的事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陈凡，没想到和我离婚后，你竟然一蹶不振到这种地步。我说你是软饭男，是为了激发你的斗志，而不是让你来这儿自暴自弃的。月影，他就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让他亏光了算了。反正就他这副德行，哪有女人看得上？所以才想着投资 AI 智能，娶个机器人老婆聊以安慰吧。等陈凡亏得血本无归，高定月就会知道我才是最可靠的男人，届时我的求婚，长远集团我也就能差走1半啊！原来是被女神甩了的穷屌丝，不知死活要碰新兴科技啊！刷卡，就买 AI 智能股票。这下就等着模拟的结果实现了。我还没见过一下子跌这么多的，这下他估计积蓄都赔空了。陈凡，你个穷屌丝，不懂股票就别打肿脸充胖子。现在好了吧，钱全砸光了。陈凡，既然劝不住你，但我希望这次亏钱能让你长长教训。哼，谁说我亏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账户到账1000万元，不可能，竟然真的涨了！不可能，竟然真的涨了！账户到账1000万元。陈凡，你今天能涨纯粹是运气好，但运气是一时的，股票的水太深，我劝你趁现在赶紧收手，别再碰股票了。月影说的对，就你这点水平，能赚那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再继续投下去，连这点钱都赔光了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叮，恭喜宿主做出正确人生选择，奖励进阶选择模拟1次。还能继续模拟？眼见前妻自以为是的劝你收手股票，你决定 A 立即收手，套现1000万现金后考虑其他投资，却因为误入杀猪盘被骗光资产。陈凡，我早就劝过你，现在没钱了又来纠缠我，果然我不该对你抱有希望。你这种底层人就别总想着咸鱼翻身了，老老实实等着穷死。开启 B 选项的模拟选择。你趁热打铁，继续投资不被看好的智能芯片，没想到股票市值再次翻涨10倍，暴赚1亿。看来 B 才是正确选项。抛什么抛？风浪越大鱼就越贵，格局打开。这1000万，我要继续投入智能芯片。陈凡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赚了点钱就懂股市了吧？智能芯片可是出了名的投资周期长，一旦投入只会被套牢资金后被拖垮。收手吧，陈凡，你有这种赌徒心理，迟早会把所有钱都亏光。月影，你还管他做什么？怎么也是夫妻一场。陈凡，如果你愿意收手和我认错，我可以在离婚财产分割上做一点让步。让步？高月影，我们结婚10年，你从没问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
这10年来，永远是你要在自以为是，你妈在挑拨离间，你闺蜜对我冷嘲热讽。你给我过我尊重，给过我选择的权利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没能力，才需要这么多人帮你操心。我不需要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哪怕亏光了，我也认了。1000万给我重仓智能芯片，1000万给我重仓智能芯片。陈凡，你没必要为了充面子重仓这只天坑股票。我最后劝你一次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如果说不，那就别怪我帮月莹教训教训她不知天高地厚的前夫。今天我一定要当着月莹的面，让陈凡彻底抬不起头，让他知道我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喂，通知下去，远峰科技不计成本，全力狙击长兴智能芯片的股票。算了，能让陈凡长点教训也好，等他亏了也就知道收手了。反正我也能出钱帮他补救。高月莹，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追求者打压我，也许你从始至终根本就没真正对我有过哪怕一丝感情。其实10倍收益已经很多了，这时候买入确实风险大。是啊，这小子太贪心了，智能芯片都快退市了，还非得碰，这下要栽跟头喽。你个不识好歹的废物，就等着亏光100万，求我和月影给你口饭吃吧。程总，出大事了！咱们集团狙击的项目全都赔了，只剩下长兴的智能芯片板块一骑绝尘，又暴涨了10倍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又涨了10倍？抛售股票成功，账户到账1亿元。抛售股票成功，账户到账1亿元。陈凡竟然有这么强的投资眼光，难道真是因为我才耽误了他10年？经检测到前妻高月影被打脸后，对宿主心动值飙升，是否模拟复婚场面？不用。月影，接下来不知你是否愿意赏脸与我共进晚餐？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？不了，程总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而已，还是保持距离为好。小凡啊，我就不久做了，要是让亲家知道了，又要影响你和月莹的关系了。这7年，我为了维护和高月莹的婚姻，委屈了我妈太多了。妈，不用管他们了，我和高月莹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是不是又吵架了？妈去帮你说。妈，我只是看清了这段一厢情愿的感情，我不想再当他的舔狗了，也不想再受那份窝囊气了。好，看清了就好。这些年你受的委屈，妈都看在眼里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我就重新开始事业，一定带您过上好日子。已婚？是的，大小姐。不过据我们调查，陈凡先生前不久刚和长乐集团的董事高月莹离婚。那不是我们陆氏旗下的一个小合作商吗？既然他没演，那陈凡可就是我的了。大小姐，您这样，老爷和夫人催着您回去商量联姻的事儿，我不好交代。回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还在追男人，没空。对，我儿子刚离婚，那姑娘条件怎么样？那明天下午行不行？哎，小凡，妈，我先走了，赵明远还等我吃饭呢。说起来，从你结婚以后，咱哥俩都多久没这么喝过了？
怎么又喝这么多？不是跟你说不要管我的事吗？我这都是应酬，你又不懂。喝点醒酒汤吧。你要出去？老赵他们叫我出去坐坐，好久没见了。陈凡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混上流社会不好吗？天天跟那几个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前途？现在不会了，我离婚了，以后就专心搞事业了。当初你为了那个女人放弃大好前程，我就替你可惜。幸好现在你想通了，我支持你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对兄弟的愧疚，可开启创业辅助模拟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对兄弟的愧疚，可开启创业辅助模拟。创业辅助模拟，开启。7年前，这设计工作室还是我和他理想的开始，但我为了娶高月影早已放弃，没想到他还在苦苦支撑。B， 介绍赵明远投资智能家居项目，没想到正好赶上风口，实现财富自由。正好我觉醒了系统，这样我就能补偿和惠及身边的人了。系统，我选 B。老赵，你要是信我，就立马转型投入智能家居项目，1年内保你大赚。行，兄弟就当庆祝你脱离苦海，你说投多少我就投多少。原来你叫陈凡啊，好巧，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正好刚逃了相亲出来的，因为我不会考虑除你之外的任何男人。我不会考虑除你之外的任何男人。哦，你小子行啊，上哪认识的大美女？这可比你前妻漂亮多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行了行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二人世界了。救命恩人，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我陆婉晴。陆小姐，那天我救你只是因为于心不忍。陈凡，难道我在你眼中就一点魅力都没有吗？陆小姐，我才刚离婚，只想经营好自己的事业，不考虑再婚。我是陆家千金，你想搞事业，我可以给你资源，只要你想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丁，检测到陆氏集团大小姐陆婉晴的招揽意向，是否开启赘婿模拟？陆小姐，我……先生，麻烦您先结一下账，一共是32万8千块。你说我这几瓶啤酒32万？是3号包厢的王女士说，您会帮她付钱。王女士，王淑芬这老太婆，我和她女儿离婚了都还想使唤我，不付，谁消费谁买单，跟我没关系。陈凡，我可是你丈母娘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付款。陈凡，我可是你丈母娘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付款。我和高月银已经离婚了，现在和你可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少拿以前那套来压我。离婚了怎么了？离婚了你也是我们家的狗，你伺候了我们7年，现在还想翻脸不认人吗？去，再给我打包2瓶20万的拉菲，都记我前女婿账上。这位先生没有表达要为您付款的意愿。怎么没有？他前些天可在股市赚了不少钱，孝敬孝敬我这个丈母娘不是应该的。王淑芬，我赚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以前吃我女儿的，住我女儿的，现在有钱了就想甩开我们，门儿都没有。丁，人生选择模拟开启。A 窝囊付款讨好丈母娘， B 局付款撇清关系，陆婉晴越发倾慕于你。我说了，我不付。看来陈凡已经决定和前妻分割了，我一直有机会。另外，高月影现在继承的是我曾经的公司，我花的每一分钱也都是我的积蓄。既然你非要旧账重提，那就把这7年来的花销一分不少的还给我。我女儿下嫁给你这废物，那也是你该花的。你要是不给我结账，信不信我连见月营的机会都不给你？陈凡可不稀罕你女儿，像他这么好的男人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
你女儿没眼光，不代表别人也没有。好啊，陈凡，你和我女儿才刚离婚，就敢找新的姘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找我女儿复合了。复合？我巴不得离你们这两个吸血虫越远越好。我女儿可是长乐集团的董事，你还配不上她呢。大妈，人外有人，这世上喜欢陈凡，还比你女儿优秀的人多了去了。小小年纪，估计出身不怎么样吧，才想着当小三儿勾搭陈凡这个暴发户。而我女儿可是陆氏集团的合作商，按身份，你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那您还是先担心您女儿公司的合同吧。喂，妈，你是不是惹到陆氏的千金了？刚才陆氏以此为由，突然终止了和我们所有的合作，上亿的订单全没了。陆小姐，我不知道是您合作的事儿，您高抬贵手。王女士，您看这照。我不要了，全退了，我要投诉你们。刚才谢谢你，我帮你撑场面，你就一句谢谢啊？没什么别的想和我说了吗？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人生选择，开启模拟。A， 成为陆家赘婿，虽然陆婉晴爱你，但你却不被陆家人认可，一辈子在陆氏做牛做马，重蹈覆辙。刚出了高家的狼窝，我怎么可能再去陆家的虎穴？ B， 你拒绝陆婉晴，选择独立创业，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，成功在半年后与陆氏集团平起平坐。陆小姐，你也知道我这些天的变故，所以我看清了一些东西，所以作为男人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陈凡，我一定会让你答应我的。我陆婉晴只爱你一个人。丁，恭喜宿主选择正确的人生选择，陆婉晴征服度+1。觉醒人生选择模拟系统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现在是属于我陈凡的时代。妈，怎么连个醒酒汤都没有？这种伺候人的粗活，以前都是陈凡干的，我哪干得了？月影，喝点醒酒汤，不然明天该头疼了。是啊，除了他，也没人会这么耐心的照顾我了。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不会是在想陈凡那个废物吧？我告诉你，他早就出轨找到新欢了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他勾搭上了陆氏的千金，要不是他个软饭男挑拨离间，陆氏怎么可能终止合同？不可能，陈凡明明很爱我的。爱你还能刚离婚就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找到下家了，才那么爽快的签字离婚。妈，你别乱说，陈凡他不是那种人，你就护着他吧，反正人家现在傍上陆氏，就对我们发难了。为什么明明已经离婚了，看到他身边有了别的女人，我心里还是这么不舒服？月野，后天陆氏有个地皮拍卖会，我想邀请你当我的女伴。陈凡，你肯定是故意找新欢来气我的，那我就也找个男人做戏，让你后悔。好，我去。现在我手里有1个亿的启动资金，但想要真正建立自己的企业，这点钱远远不够。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块适合公司发展的地皮。可我该去哪儿找合适的地皮呢？小凡，这有一封寄给你的邮件。
正好陆氏集团最近要举办地皮拍卖会，也许你会感兴趣。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，看来这次拍卖会就是我的新起点。月影，小心。月影，我今天看中了市一中附近的那块地，要是能拿下建成学区房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陈凡，陈凡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地皮拍卖会，我当然是来买地皮的，很难理解吗？陈凡，你不会炒股赚了点快钱，就以为自己有资格装阔学人去买地皮了是吧？看到别的男人搂着我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陈凡，以前股市你可以随便闹，但这是陆氏的拍卖会，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要是冲撞了谁，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的。我看他是家庭主妇当久了，把这当菜市场了。要不是你这么聒噪，也没人敢把这当成菜市场。我告诉你，这拍卖会的邀请函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。我们远丰集团在业内也算有头有脸了，也就拿到一张普通邀请函。你一个刚离婚的窝囊废，肯定连门都进不去。那就不劳程总狗眼看人低了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看吧，我就说你钻空子是进不去的，这种地方你压根就没资格。竟然是金色的 VIP 贵宾，先生您请进。竟然是金色的 VIP 贵宾，先生您请进。整个金海能拿到金色邀请函的不超过10个人吧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金色的邀请函？当然是我凭本事拿到的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废物？陈凡不仅在股市赚了钱，还能拿到陆氏的金色邀请函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只会洗衣做饭的陈凡吗？月影，陈凡竟敢踩我们的脸，还无视我们，必须让他认清和我们的差距。各位贵宾，本次拍卖会将拍卖2块地皮，1号地为市一中周边，配套成熟，起拍价6000万。2号地在北郊，目前比较原生态，但面积更大，起拍价1个亿。叮，开启地皮开发前景模拟，出入地皮拍卖，你两眼抓瞎。你选择 A， 市一中周边的1号地皮，施工时发现大象古墓无限期停工。B。叮，你走运选择了2号地皮，虽是荒郊野岭，但1周后它意外列入高铁主分站范围，价值暴涨至3亿。看来大家都是为了1号地皮来的，那我岂不是可以靠着信息差低价拿下2号地皮了？看来大家都是为了1号地皮来的，那我岂不是可以靠着信息差低价拿下2号地皮了？某些人估计啥也看不懂吧？这种门外汉就是被人当韭菜割的命，不如求求我，说不定心情好还能指点你1-2句。陈凡，如果你真的看不懂，就别乱买，见见世面就行了，别把钱都赔光了。你们管好自己就行，我不需要你们指手画脚。月影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好言难劝想死的鬼，人家自己想赔钱，你拦着干嘛？到时候别哭着来求我们就行。各位贵宾，现在开始竞拍1号地皮，起拍价6000万。月影，这块地我早就看好了，这次提前筹够了资金，肯定能拿下。7000万。7100万。程峰，
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块地，那我就帮你抬抬价，让你出出血。9000万。9000万。陈凡，你一个刚离婚的软饭男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抢？是不是自己看不懂地皮，想截胡我的拍品？程总不是自诩很懂地皮吗？正好我点闲钱，凑个热闹喽。你9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9500万，1个亿。这废物全部身家也就1个亿，只要我再往上抬一点，他肯定就不敢跟了。哼，1亿2000万，陈凡，有种你就跟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不拿得出这个钱。陈凡，你别冲动，拿不出钱来可是欺诈，会被拍卖会永久拉黑的。2个亿。啊！这位宾客出价2个亿。2个亿，这地皮就算开发到顶，也就值2个多亿啊！是啊，再争下去可就算倒贴了。程总，我都跟到2个亿了，你要是不跟，这地皮可就算你输了，让给我的了。你要是不跟，这地皮可就算你输了，让给我的了。你要是不跟，这地皮可就算你输了，让给我的了。我手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也就2个亿出头，不能再继续了。不过这废物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不会是故意抬价耍我的吧？对，1号地皮我心里有数，陆氏那边给的信息不会错。难道这块地还有什么内幕消息？怪不得陈凡这个废物也能拿到金色邀请函，原来是搭上大人物了。如果真有内幕消息，那这块地的价值远不止表面这些。我要是截胡拍下来，岂不是白捡一个大便宜？月影，你能不能借我5000万？程峰，你疯了？2个亿已经溢价了。陈凡那个废物都敢跟到2个亿，他一定是知道什么内幕。程峰拿下地皮也好，正好借着这次机会，让陈凡不要随便投资。好，我借你2亿5千万。这位先生出价2亿5千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陈凡，你有种再跟啊！2亿5千万，第一次；2亿5千万，第二次；2亿5千万，成交。陈凡，这块地可是我的了，等我把它开发起来，大赚特赚，你就后悔去吧。3、2、1。程总，刚刚1号地皮下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，说要保护性挖掘，已经无限期停工。这块地您千万别买啊！什么？程总，刚刚1号地皮下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，说要保护性挖掘，已经无限期停工。这块地您千万别买啊！什么？2亿5千万全砸了，怎么会挖出古墓？这不可能！这块地正常本来市值也就1个多亿，现在跌了起码1大半，连本都赚不回来。还好最后拍下的人是程峰，不然亏钱的就是陈凡了。陈凡，肯定是你故意抬价坑我！程总，在你眼里，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吗？我怎么有本事坑你？难不成程总是承认我这个废物比你厉害得多了？各位贵宾，下面开始拍卖2号地皮，起拍价1个亿。这不是块荒地吗？难不成他真知道啥风声？不可能，这块地开发成本比地价还高，谁买谁亏。哎，陈凡，我看这块地不错啊，面积大，位置好，未来发展潜力无限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陈凡，这块地虽然是荒地，但开发成本太高了，加上后续建设根本不划算。你说的对，你终于肯听我的话了。但2号地皮我必须拿下。但2号地皮我必须拿下。
这傻子自己往火坑里投，我必须得撺掇他买下2号地皮，一雪前耻。好，陈凡，你果然有眼光，这块地皮好啊，最适合你这种有远见的人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可惜我连1个亿起拍价都不够，在座各位随便叫价，我就买不起了。算了，还是不买了。别啊！这样，刚才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借你1000万，就当赔礼了，怎么样？程总这么大方，那行，你现在就转给我。为了坑陈凡1个亿，我忍。1亿。2号地皮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成交！恭喜陈凡先生。等等，陈凡和月乙现在还处在离婚冷静期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处于是冻结状态，所以陈凡根本就拿不出钱付款。陈凡他根本就拿不出钱付款。程峰，这就是你处心积虑想出来报复我的法子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我要求验资，他如果拿不出1个亿，按照拍卖规则，不仅要付拍卖价格50%的违约金，还要打断手脚。陈凡，如果你愿意现在认错，我可以帮你拍下这块地皮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，你只能自食恶果。我不需要你的假好心。陈凡，你装什么装？你兜里1分钱没有，除了靠女人，你还能靠什么？资产都被冻结了，还敢拍1个亿的地皮，这算是恶意竞高吧？明知没钱还敢戏耍主办方，打断手脚都算轻的了。陈先生，如果这钱真的涉及您和高女士的离婚财产分割，按照规定，我们确实不能接收。陈凡，你再怎么能耐，也没办法当场拿出1个亿，还是好好想想失去手脚后怎么乞讨吧。你再怎么能耐，也没办法当场拿出1个亿，还是好好想想失去手脚后怎么乞讨吧。陈凡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认错，我可以直接出资。认错？我错在哪儿？反正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，现在假惺惺的质问我做什么？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月影，亏你还想着帮他收拾烂摊子，他却一直在算计你，我真为你感到不值。陈凡，我明明一直是为了你好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高月影，这7年是我一直在照顾，更没花你1分1毫，反倒是和你一地鸡毛的婚姻拖累我拿不出钱，这就是所谓的为了我好。靠女人吃软饭还说得这么好听，月姨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找了你这么个货色。我看就别浪费时间在这儿耗着了，他根本拿不出钱，直接按照惯例打断他的手脚算了。我也不介意帮你们亲自处置这个没钱付款的垃圾。谁说我老公没钱付款？谁说我老公没钱付款？陈凡，都怪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原来这就是陆家千金，竟然和陈凡这么亲密。陆，陈凡，你这刚蹭完月影的软饭，这么快就傍了新的富婆，怎么？你哪只眼睛看出陈凡是吃软饭的？他做了7年赘婿，难不成还能一朝秉性不成？美女，你也是，怎么就看上这么窝囊废了？你不如直接跟着我多好，我可是远峰科技的董事长，比这个吃软饭的废物强100倍。我看你这董事长的名头，也没对你的眼力劲儿和智商有半点增词啊。陈凡，你什么意思？能被陈凡傍上的人能是什么好人？估计钱也是靠出卖身体捞来的。我劝你们拍卖会别收这种脏钱。大小姐，我这就帮您清场。大小姐，这是陆氏的拍卖会，那你就是陆氏千金。陈凡，他刚才说我包养你，我倒是真想，
甚至愿意奉献一切来换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？这陈凡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能让陆家千金倒贴？别闹了，等我资金解冻了，马上还你。谁要你还了？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，把自己赔给我也行啊，1个亿换你，我也赚了。凭什么这个废物能让这么多女人对他死心塌地？高月也护着他，现在连陆氏千金都倒贴，我程峰到底哪点不如他？陈凡，我也可以给你钱，只要你开口。高月莹，你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离开我的视线，我不需要你迟来的好意。现在2号地皮的归属权是我的了吧？恭喜陈先生，您已成功拍下2号地皮，产权归您所有。陈凡，就算你出卖色相换得了陆氏千金的青睐，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废物的事实。2号地皮就是个破荒地，你这1个亿就等着打水漂吧。你这1个亿就等着打水漂吧。那我可比不了有人花2个亿掘了自己祖先的坟墓。我那是被坑的，但你这块地明摆着就有问题。陆小姐，您可别被这个小白脸骗了，这1个亿您不如投资在我身上。你哪来的自信和陈凡比？1个亿而已，我当给陈凡花着玩，也比投在你身上强。月莹，你看看你前夫就这点出息，这么没有经济头脑，一有女人愿意给他擦屁股，他就飘了。说实话，陆小姐这回怕是看走眼了，1个亿扔荒地，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。就是，程总虽然买了古墓，但好歹是城区地皮，这荒地能干嘛？难不成种庄稼？你不怕我真的亏了，还不上你的钱？我相信你。各位，刚刚收到特批消息，1号地皮挖出古墓，2号地皮被临时划入高铁蜀看站核心范围，价值翻了5倍。各位，刚刚收到特批消息，1号地皮挖出古墓，2号地皮被临时划入高铁蜀看站核心范围，价值翻了5倍。有了这价值5个亿的地皮，我就能在新的商业中心站稳脚跟了。陈凡，你投资的眼光也太厉害了，一块荒地竟然变成了5个亿的热门地界。运气好而已。幸好地皮升值了，不过陈凡他真的不一样了。不可能，那块破荒地怎么可能值5个亿？陈凡，你就是靠运气而已，换成谁都行。你花2个亿买了座古墓，我花1个亿却赚了5个亿，你说这是运气？我看你是不是该先检讨检讨自己实力不行？你就会躲在女人背后，算什么男人？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那块古墓怎么兜底吧，毕竟我旁边站着的是人，而你就不一定了。婉晴，钱我会尽快还你。陈凡，你怎么一直在跟我道谢？而且你知道的，我要的不是钱，要是没钱也可以从别的地方还啊。陈凡，陈凡，我后悔跟你离婚了。高月莹，7年里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想放弃我就放弃我，现在又后知后觉的说你后悔了，你凭什么觉得我非你不可？陈凡，你难道是想通了，终于要带我去约会？陈凡，你干什么？婉晴，我很感激你，但在我事业成功之前，任何女人都没办法左右我的决定。陆氏集团，谢谢。有意思，陈凡，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。现在我手上有价值5个亿的地皮，却并非流动资金。要想真正运作企业，我手上这点钱远远不够，尽快积累更多资金才行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急需大量资金，开启暴力赚钱模拟。暴力赚钱模拟，看来这次的机遇不简单啊！请选择模拟方向 A， 继续进入彩票店，购买第3张刮刮乐，中奖100万。虽然刮彩票来钱简单又快捷，但才100万，
我现在缺的可不是这点小钱。叮，去左手边的路边摊捡漏，摊主不识货低价出售花瓶，经鉴定为宋代官窑珍品，转手卖出，暴赚1个亿。1个亿的花瓶，必须拿下这个花瓶。就这一个花瓶，应该就是那件价值1个亿的宋代官窑了。哟，兄弟，来看看，我这儿可都是好东西。不行，我要是直接问花瓶，太显眼了，肯定会被宰一顿。这个怎么卖？小兄弟，你这眼光可真不错，这玉杯可是乾隆御赐的，你要是诚心要，20万，不讲价。这老板不识货就算了，心竟然这么黑，就是不知道到头来是谁宰谁。这成色，这做工，我到处都能批发到，哪里值20万？哎，小兄弟别走啊！这样，你我也是有缘，你说个数。要我买也可以，不过我诚心要，这个花瓶你得搭给我，一起200。这成交。系统简直就是随机触发财运的秘器啊！谁能想到，一个价值1个亿的花瓶，竟然在一个路边摊贩手里？那花瓶是我10几块收的破烂货，这玉杯也是批发的仿品，成本加起来不到20，200块也赚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儿还有好东西，要不要再看看？叮，检测到新机遇，开启隐藏宝藏模拟。A 返回摊位，买下摊主所有商品，发现全是积压的返品，亏损5万块。我就知道这种摊贩哪还有第2个宝贝。叮，前往济湾市场深处的老怀巷第3个摊位，低价捡漏汉代青铜锥，估值3个亿。3个亿，比这花瓶还值钱啊！哎，小兄弟，你真不看看了？在古玩市场捡漏，系统这是又给我指了一条通天路啊！大小姐，陆董事长正因为您擅自挪用1个亿的资金，给陈凡先生解围生气呢。我知道了，我会亲自和爷爷解释清楚的。爷爷，你还敢来？真当你爷爷我辛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爷爷，我这是投资，陈凡可是个潜力股呢。投资？投资给一个刚离婚的穷小子？他才不是什么穷小子，他之前在股市赚了1个亿，今天又拍下了高铁火川站旁边的地皮，价值翻了5倍，将来一定……行了，你说的这个陈凡，就是上次救你的那个？就是他，爷爷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您说这1亿值不值？救命归救命，生意归生意，你拿公司的钱去讨好救命恩人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唉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爷爷，您别为难他。万青父母走得早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女，陈凡，我倒要亲自会会你，看看你配不配得上我孙女。免费搭的花瓶转手赚了1个亿，这钱来的也太轻松了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去系统说的那个摊位，把汉代青铜尊拿下。小哥，看看有啥瞧得上眼的吗？看来就是这个东西了。想一想，我这7年都没给陈帆送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哄他原谅我。那不是陈芬吗？这个怎么卖？好眼力啊！这是汉代青铜9尊，还是我刘氏祖传的宝贝。你要的话，20万拿走。
看在要捡漏你3个亿的份上，就不和你讲价了。行，我要了。等等，你不能买！陈凡，你不能买！高月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刚来，结果一来就看到你在这被人骗。哎，这位姐，我这可都是正经老货。什么叫我被人骗？难道你就很懂古玩吗？我是不懂，但路边摊卖20万，正常人谁看不出来有问题？你就是被人忽悠了。陈凡，我知道你现在有钱了，但也不能这么挥霍啊！你要是真想要古董，跟我回公司，库房里有一批收藏品，你挑一件，算我赔给你。我不用你自以为是的好意，你的东西我看不上。还有，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跟你没关系。3个亿，可算是到手了。陈凡，你知道我特意跑来古玩市场是为了给你挑礼物的吗？结果你还是这么固执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性格？高月影，我劝你少高高在上的我指手画脚，该改的人是你。李行长，工程开发的贷款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喂，2个亿的古墓，害得我全部资金都砸手里了。对了，陆氏最近不是花3个亿寻购汉代青铜九尊吗？只要拿下青铜尊，3个亿到手，贷款能还上，还能拿下陆氏的合作。喂，李行长，我想抵押公司。陈凡，你等着，等我翻身了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东西是到手了，可我在古玩圈一个人都不认识，贸然出手，难保不会被坑。算了，先去最大的鉴宝店试试。董事长，这地方鱼龙混杂的，您身体不好，要不还是我跟着吧。我还没老到走不动道的地步，况且这可是事关晚晴的人生大事。可是我是来试探人的，你跟在后面谁看不出来？你先回去，我自己跟着就行。老不死的东西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哟，碰瓷敢碰到我程峰头上来了！我告诉你，赶紧让开，否则我程峰可不是好惹的。行了，老不死的，装什么装？你这种套路我见多了，倒地上装心脏病，等人一扶就讹钱。丁，检测到紧急事件，开启命运抉择模拟。陆氏集团董事长陆征南突发心脏病，你选择 A， 你见死不救，转身离开。陆征南心脏病突发去世，陆婉晴与宿主决裂，陆氏集团成为宿敌。陆氏集团董事长怎么会在这儿？第一，出手相救，从陆征南衣兜里取出速效救心丸，陆征南获救，获得陆氏集团全力支持，青铜尊合作价值3亿，创业蓝图全面开启。我让你让！陈凡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小心这老东西讹死你！程峰，你积点口德吧，先把人送医院。送医院又得赔一大笔钱，我的钱留着买青铜尊送陆老爷子的，哪有闲钱管这种碰瓷的老东西？要在小伙子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不愧是我爱过的男人，他虽然嘴上对我冷冰冰，但内心依然是那么的正直善良。陈凡，你这给老东西乱吃药，到时候万一这老东西死你手里，赔不死你。怎么？这种碰瓷的老东西死了活？陈凡，
你敢打我？我看你是疯了！程峰，你撞了人见死不救，还在这儿冷嘲热讽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看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马上可要攀上陆家的船，就这么个碰瓷的老东西，能给我什么报应？难不成他还能是陆氏董事长？陆董，你没事吧？你竟然是陆董事长！我刚才完了，我得罪了陆征南，我在金海还怎么混？陈凡竟然阴差阳错的又救了陆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是巧合还是你？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？哼，你还知道问我？刚才可有人说我是碰瓷的老不死。陆董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小伙子，今天救命之恩我记下了。至于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陆氏集团及旗下所有公司永远终止与你的一切合作。陆董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陈凡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，我们好歹认识一场。程峰，是你自作自受撞了人不服，有什么资格求人原谅？陈凡，不如随我至陆氏一叙。陆董，您不能封杀我，我这儿有您想要的东西。这个酒樽怎么和刚才陈凡买的一模一样？陆董，这是您一直在找的西汉青铜酒樽，您过目。竟然真的是我找了10几年的古董。陆董，是您要的就好，我不求1分钱，只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陆董，这个酒樽对您很重要吗？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当年我们家也算是皇室旁支。这酒樽是御赐之物，后来动荡之中丢了，我便找了它几10年，如今能归位供奉，也算是告慰先祖在天之灵。陆董，您看这东西也找到了，我这点诚意，您是不是？我陆征南说话算话，谁帮我找到酒樽，我不仅答应他一个要求，还会以3个亿的价格收购。感谢陆董的大恩大德。陈凡，看见没？我马上就能获得陆氏的青睐了。巧了，我也有一个。巧了，我也有一个。陈凡，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，特意准备了个仿品来恶心我？你是不是脸太大了？我能突然拿出酒樽，就说明你的才可能是假的。怎么，只许你程峰有宝贝，别人就不能有？我这可是花了5000万从京海最大的古玩商手里收的，就你那破玩意儿，一看就是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捡来的垃圾。青铜器本就是年代越久锈蚀越重，既然你们2人都有酒规，不妨一起鉴定。既然陆董也说了要鉴定，陈凡，那不如咱们就当着陆董的面和我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这酒樽的真假。要是我的菜是真的，你手上所有的资产全归我，包括你拍下的那块地皮，敢不敢？陈凡，不能答应他，你那酒樽只是路边摊买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万一输了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。我这酒樽可是系统钦点的真品，程峰，你自己往坑里跳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好，我赌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有种，陆董您给做个见证。好，我见证。好，我见证。陈凡，你疯了！一个是名家藏品，一个是路边摊，明眼人都看得出哪个是真的概率大，你非要赌，输光身家怎么办？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古玩这行水深得很，你要是没把握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陆董放心，我有把握。程峰，要是你的才是假的呢？要是我的假的，我把整个远峰集团送你，再趴下来叫你3声爸爸。陆董，劳烦您鉴定。完了，陈凡这次是真的要栽了。陆董，怎么样？哪个是真的？陆董，您直说就好。程峰的才是真的。
程峰的才是真的。陈凡，你就是太沉不住气了。我劝了你这么多次，你非要赌。系统模拟的结果不会错，这个青铜尊就是真品，那一定就是鉴定出了错。陈凡，你的地摊货输给我的名家藏品不是很正常吗？也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买来的垃圾，竟敢滥竽充数忽悠陆董。20万，路边摊花20万，陈凡，你也是真敢买啊！还想花20万就想骗陆董的3个亿，是不是穷疯了？陆董，麻烦您再仔细看看，我这只酒樽虽然看着破旧，但上面的锈蚀和污渍很多都是后天生成的，底下可能还有东西。陈凡，你就别挣扎了，陆董阅历无数，他怎么可能看错？陈凡刚才救我的时候，不像是个没脑子的人，他这么有把握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我刚才只是粗略看了看，那便再仔细看看。错了，是我刚才看错了，陈凡的酒樽才是真的。陈凡的酒樽才是真的。没错，这只才是真的。刚才暗纹被板结的污渍遮住了，现在清理干净，纹路清晰可见，这是典型的云雷纹呐！竟然真的被陈凡买到了真品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不可能，这纹路明明我也有。你这只纹路规整，明显是机器压抑的，与之相比，人工痕迹太重，仿得再像也是假的。陆董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您不能因为陈凡救了您就偏袒他呀！你是在质疑我陆征南的人品？不是，陆董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是真想偏袒，刚才你害我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把你丢出京海了，还用得着在这儿跟你废话？可我花5000万买的古董，怎么可能只是个赝品？怎么不可能？毕竟咱们程总向来是人傻钱多，别人不骗你，还能骗谁？这5000万可是我抵押公司才带来的，这下我到底该怎么还啊？那你可别忘了你刚才还故意伤人的事儿，去和陆氏的律师团队谈吧。陈凡，不知道你是否有空去陆氏一叙？对不起，陈凡，刚才我还劝你别买这个酒樽。在他心里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只会阻断他财路的坏人？陈凡，你今天不仅救了我，还帮我找到了祖传的酒樽，这是3个亿的酒樽收购款，你收下吧。陆董，婉清之前帮了我不少忙，这个酒樽全当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一码归一码，婉清帮你是他的事儿，我买酒樽是我的事儿，这钱你必须收下。怎么，嫌少？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您在古玩市场发了心脏病，担心死我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这不是被人救了吗？爷爷还好好的。吓死我了，还好有好心人。您要是出事了，可就看不到我嫁给陈凡的场景了，那多可惜啊！哼，谁答应你嫁给那小子了？我还没同意呢。爷爷，我就是喜欢他嘛，您不知道，他正直、霸气、有魅力，比你介绍给我的富二代那些纨绔子弟强100倍。反正我不管，您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一辈子不嫁。您就看着我当老姑娘吧。陈凡，我孙女的心意你听见没？陈凡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一直在这儿。陈凡，气氛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要老婆不要啊？陈凡，气氛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要老婆不要啊？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而且陈凡就在这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
哈哈哈，我这不是帮你试探试探吗？我可是听说了，有人火火热热的追求人家，结果一直被拒绝啊。怪不得我会在古玩市场遇到陆董，原来是因为晚期提到过我。爷爷，你既然不相信我的眼光，偷偷跑去试探陈凡，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万一你被什么不轨之徒骗了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我也没白去一趟不是？这小子确实当得起你的喜欢。那当然，我陆婉晴看上的人能差吗？而且今天在古玩市场是陈凡救的我。什么？上次陈凡救我，这次救了爷爷，我就说嘛，陈凡和陆家有缘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婉晴你别这么说。陈凡，你考虑考虑吧。你要是愿意娶我这孙女，我陆征南也愿意把整个陆氏集团作为你的聘礼。用整个陆氏钱团做聘礼？叮，检测到宿主树面临人生选择，开启命运抉择模拟。A. 接受陆征南的提议，成为陆氏掌舵人，奈何3年后陆氏因医学转型失败，最终走向衰落，宿主也因此背负骂名。看来陆氏迟早会走向下坡路，如果接手，只会让我背锅。B. 拒绝陆氏聘礼，独立创业，凭借系统辅助和现有资源，创办金融投资公司，1年内将公司做到与陆氏平起平坐。也对，我有系统在手，注定有独属于我自己的路要走。陆董、婉晴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还是想自己闯一闯。年轻人有志气是好事儿，你创业，我陆征南做你第一个客户，如何？这才是我认识的陈凡，我相信你，陈凡，你以后一定会比陆氏集团站得还高。公司有了，和陆氏合作也解决了资源问题，但系统提到的金融投资公司，说明我必须找到一个有优势核心的项目才行。陈凡怎么就和陆家走得这么近了？难道陆婉晴那个女人真的比我好吗？怎么，又在想你那个前夫？妈，你别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那个保姆做的饭难吃死了，炒个青菜都能炒糊。以前陈凡在的时候，哪用得着操这个心？我可都听说了，陈凡现在可发达了，你说你怎么就没留住他呢？我没留住他，当初是谁天天在我耳边说他是废物，说他配不上我，说他吃软饭的？要不是你天天挑拨，我会跟他离婚吗？谁让他藏着掖着，有本事不告诉我的？你曾经不是陈凡的女神吗？只要你服个软，说几句好话，他肯定就回来了。男人嘛，都吃这一套。得找一个真正能形成产业链的项目，不然整个公司总不能靠我一个人买彩票、捡古董吧？陈凡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来陆氏一趟，我有个合作想跟你谈谈。什么合作？就是专利方面的。我爷爷说你眼光好，想让你帮忙看看几个项目，感不感兴趣？专利，这倒是条路子。再说了，有系统在，必然不会踩坑。陈凡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。你喝多了，等我也没用，我们没可能了。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想你。陈凡，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那样对你了。高月影，从前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回不去？你以前明明那么爱我。你也说了那是以前，我陈凡不可能吃回头草。是不是因为那个陆婉晴，你才对我这么冷漠的？他很好，你不要牵连别人。他很好，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有我在，你当然没有机会了。高月影，你回去吧。上车吧，我爷爷还等着呢。你回去吧，喝醉了不安全。他让我快回去，他还是关心我的。
我还不能放弃，大不了我可以做小。坐坐坐，为了再见你小子一面，我可做了不少努力呀！哈哈哈哈哈。行了，说正事。陆氏最近在接触一个海外芯片专利。芯片？对，这家公司是芯片行列里也是前沿，前景很不错。正好你公司在起步，就想收购给你做创业礼物。这专利技术很成熟，你拿下来可以直接作为核心项目开公司。这专利技术很成熟，你拿下来可以直接作为核心项目开公司。这芯片是王牌专利，营收很稳定，按理说不应该拿出来卖啊。这芯片确实算是他们的核心资产，但前阵子研发团队的核心骨干出现纠纷，现在只能卖专利套现。陈凡，这个专利已经很成熟了，你拿下来可以直接作为核心项目开公司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评估海外芯片专利项目，是否开启模拟？开启。A. 拿下海外芯片专利，投资10亿生产，但不久后，国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麦芒团队发布新一代芯片技术，海外专利技术一夜过时，投资血本无归。B. 放弃海外专利，投资国内麦芒团队，结果新技术专利现世，国内外厂商排队签约，3年内估值破100亿。好险，没想到10拿9稳的项目都能有坑，要不是有系统，一般人还真难规避。陆董，这专利……董事长，您关注的那个芯片专利，刚才被人截胡了。什么？被截胡了？什么？被截胡了？程峰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来，当然是和陆氏合作的。陆董，您一直在找的芯片专利，现在在我手里。对不起，陈凡，要是我能早点和你说，就不会被别人截胡了。是啊，陆氏集团明明花了3个亿锁定了专利，没想到……那真是不巧了，还以为是陆氏想要呢。我可是特意高利贷到了5个亿拿下，带着诚意来找陆董谈判。没事，这个专利我本来也没打算要，早就提前买好了国内麦芒集团的芯片股权。陈凡，你就别嘴硬了，国内的芯片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更何况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团队，我手上的海外专利才是权威。陈凡，这个团队我听说过，规模确实很小，技术实力跟海外那家比，据不是一星半点啊。陈凡，你就不用撒谎跟我和爷爷客套了，海外芯片专利本来就是要送你的，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把专利买回来。就等着陆小姐这句话呢。我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，你们要是想买10个亿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5个亿买的，转手要10个亿，你真当陆氏是冤大头不成？这个专利我拿回去自己生产，赚的也不止这个数。你们要是不要，我可以找别人合作。10个亿溢价太多，但这个专利又确实是好东西，错过了也太可惜了。不用买，这个专利他肯定得砸手里。陈凡，你什么意思？咒我是吧？陈凡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风声？就是直觉而已。这个芯片技术海外垄断了这么久，差不多也到头了。我们只要碰了，就有风险。陈凡，你就是拿不到专利嘴硬而已。你投资的国内小破团队，再发展800年都比不过我海外的专利。你们不要是吧？那我就自己干。等我的芯片卖遍全国的时候，你们就等着被我封锁吧。什么事儿？程总，国内的麦洋集团刚刚发布了新一代的芯片技术，咱们手里那个海外专利已经过时了，几个意向客户也全部取消了订单。什么？麦航公司竟然真的革新了芯片技术，比我的海外专利还要先进！陈凡，你竟然真的赌对了，以后海内外的芯片岂不是都要被你垄断了？好小子，幸好这个专利被程峰截胡了，不然亏钱的就是咱们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都看准了最稳妥的专利了，这些高利贷我可怎么还啊？陈凡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才故意害我的？截胡是你违约在先，可没人逼你不讲道德吧？全完了。丁，检测到海外芯片专利的隐藏价值，是否开启模拟
A. 趁乘风走投无路，低价收购海外芯片专利，宿主手握新旧2项专利，每年可向国内所有芯片厂商收取5亿授权费。这过时的海外专利竟然还有惊喜！丁，嘲讽乘风，拒绝收购。乘风靠着授权费东山再起，成为宿主最大竞争对手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乘风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收购你手里的芯片专利。乘风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收购你手里的芯片专利。陈凡，这专利已经过时了，你买了做什么？不会是想以此来羞辱乘风出气吧？是啊，这专利跟国内新技术根本不匹配，没必要为了一己私利浪费钱。你不会又想着法子坑我吧？我不过是看这专利好歹是陆董和婉晴要送我的东西，我这人吧，受不得别人对我好，想买下来做个纪念也不错。没想到你小子还挺重情重义呀，婉晴没看错人。陈凡，既然你要买，我也不能亏本，就专利的本钱5个亿如何？就专利的本钱5个亿如何？乘风，你是不是还没认清现实？你手里那个专利现在不卖，过几天连废纸都不如。那又怎样？反正专利在我手里，你要想买就拿诚意出来，还是说你对陆氏的情谊就值这么点钱？陈凡，没必要。陆董，麻烦您让人把他轰出去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要5个亿吗？那这破专利你留着，全砸手里吧。到时候高利贷找上门，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。来人！等等，我卖，我便宜卖还不行吗？但你起码得让我赚一点才行。50万，50万，我可是5个亿买的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再加点，500万我也卖啊！叫人，就50万，我卖。程总，合作愉快。给你，我乘风认栽，虽然亏大了，不过好歹也坑了陈凡50万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陈凡，要不是我和爷爷犹豫，没早点签下合同，就不用你这么费劲收购回来了。是啊，50万虽然不多，但你创业初期每一分钱都该用在刀刃上，为了个纪念花这钱实在是破费了。陈凡，你废物的本性一如既往啊，还得谢谢你帮我接盘呢，但好歹让我回了点血。你们怎么都觉得我一定会亏呢？你好，陈总您好，这里是知识产权中心，您名下的海外芯片专利按照市场行情估算，您每年可收取5亿的专利授权费，是否同意授权？什么？5个亿1年的授权费，却被我50万就卖了？不可能！陈凡，我怎么就没想隔经济技术出来之后，也有可能向上一代专利收取技术授权费呢？你总是一次次突破我的认知。老头子，我活了60多年，自认为看人看事还算准，今天我是真服了。这步棋换了我也不敢这么走。我也就是受不住，有的人非得上赶着给我送钱。你们，如果我没卖出去，就不会还不起5个亿的高利贷，就不会现在还无法翻身。送客。陈凡，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，我跟你拼了！陈凡小心！模拟经验加持中，建议宿主向左避开。放开我，陈凡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你！不是谁拿着刀，谁就有决定人生死的能力。程峰，是你技不如人，那就不能怪我兵不刃血。你毁了我的一切，凭什么女人都喜欢你？陈凡，你以前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。我是废物，那被废物踩在脚底下的你，又是什么东西？与其在这里不忿，不如想想怎么还你那5个多亿的高利贷，怎么还吧。我死也还不了。陈凡，你逼死我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想死？
没那么容易。像你这种人，就该痛苦的活着。陈凡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高利贷那帮人不会放过我的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要不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挑衅，陈凡根本懒得理你。为什么就不能像陈凡一样踏踏实实走正道呢？这下心里舒服了。他屡次三番针对我，虽然次次都弄巧成拙，但打死一只苍蝇也算是轻快不少。陈凡，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怎么看出那个国内团队的价值的？哼，毕竟我陆某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，可一点苗头也没察觉到。看来陆征南已经有所察觉了，但我总不能说我有模拟系统吧？看来以后我模拟之后得更加谨慎了。陆董，我不过就是靠运气和直觉罢了。20万买青铜尊，50万买过时专利，都是运气和直觉。行了行了，成功的男人背后多少都有点秘密。老头子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我无愧于心便好。不管你的秘密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你陈凡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潜力、最优秀的年轻人。陈凡，你事业现在也成了，什么时候娶我呀？这个我还没考虑过这件事。你看看你，哪有个姑娘家的样子？恨家成这样，也不怕把人吓跑。陈凡，你要是娶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的。我可以给你生孩子，做什么都行，只想要个名分。我只想要一个名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情感抉择，开启角色家人模拟。A， 拒绝陆婉晴表白，等待前妻高月莹主动投怀送抱，解锁破镜重圆，彻底驯服绝美前妻。B， 接受陆婉晴表白，开启甜蜜恋情，陆氏资源全面倾斜，解锁骄纵千金，投怀送抱结局。我怎么感觉人生模拟系统有点变态呢？婉晴，我觉得太快了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做什么准备？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走，现在就去领证。等等，我妈还不知道呢。阿姨啊，她当然知道啊。放心吧，儿子，这门亲事妈同意了。放心吧，儿子，这门亲事妈同意了。妈，您怎么跟着捣乱啊？而且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什么叫捣乱？你忙的人影都见不着，家里冷冷清清的，都是婉晴来陪我说话逛街的。你最近太忙了，我怕阿姨一个人孤单。她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陆家千金，竟然愿意做到这种地步，花时间去陪我妈。人家姑娘对你这么好，你还磨蹭什么？亲家母，咱们先喝杯茶，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聊。婉晴，你到底在顾虑什么？我不是要你天天陪着我，我只是想名正言顺的站在你身边。陈凡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见到你的吗？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陈凡，我们复婚吧。我想通了，哪怕你没以前那么爱我了，我也认了。我只想陪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对你好。高月影，你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能不能别再纠缠我男朋友了？我和他在一起7年，我才是最了解他的人。而且当初是他追的我，是他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那又怎样？没听说过后来者居上吗？陈凡早就腻了你了。你们别这样，先松开。陈凡，我不求什么名分，哪怕做小也行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陈凡，我也会学着大方，大不了我们一起伺候你，你别丢下我好不好？系统，快救我！
开始模拟。叮，恭喜宿主，小孩子才做选择哟。